当美国航母靠近南海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歼击机、还有轰炸机，还有包括反潜的巡逻机啊，就组成了编队啊，就好像在美国航母编队的周边进行这种飞行，好像对它的航母就造成了威胁。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美国的航空母舰在经过我们南海的时候啊，发出了一个消息啊，意思说，当美国的航母编队啊经过南海的时候呢，受到了中国轰炸机编队的威胁啊，这个是中国搞这种霸权，是中国威胁美国自由航行的一个表现。我们对这个消息呢要认真的进行这个分析啊。首先，美国不是一个南海周边的国家，对吧？我们周边的国家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美国是一个域外国家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南海我们看一下，它有海盗吗？没有啊。现在在南海航行的商船从来没有说，哎呀，我叫海盗给劫持了，没有。所以说，在商船的通航上，它是非常安全的。那再有一点呢，这个南海的海域啊，它非常的宽广，而且呢水深也非常深，它的这个平均水深都有2、3千米，所以这个地方从通航上、自由航行上一点儿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讲，那美国是一个军用的这个舰艇编队，特别是航母编队，可以说是最大的这种编队了，因为航母周边它会有巡洋舰、有驱逐舰。那它的作战能力很强啊，对吧？你从这里通过，没有海盗劫持你，也没有其他国家的舰艇、飞机威胁你，那你怎么能说航行不自由呢？应该说是很自由的呀。那为什么它偏偏要渲染中国的轰炸机编队去威胁了美国的航母安全威胁呢？因为他说呀，当美国航母靠近南海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歼击机、还有轰炸机，还有包括反潜的巡逻机啊，就组成了编队啊，就好像在美国航母编队的周边进行这种飞行，好像对它的航母就造成了威胁。那么我们说，中国可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啊，那我们在南海既有就是像海南岛这样的岛屿啊。我们在南海还有很多的这个岛礁啊，那有我们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官兵守卫着啊，那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自己的家门口守卫着领土，天经地义啊。那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你正常航行的话，我们只是看着你过去而已，可是你偏偏要让航母编队的护卫舰艇，比如说这种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呢，或者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巡洋舰呢，到我们岛屿周边特别是靠近这个领海主权的这个地方，也就是12海里的地方，靠着边你要擦一下，那你这不就是一种明显的挑衅行为吗？既然你对我进行这种军事威慑，既然你对我进行这种挑衅，那我们做出的防卫完全是正当的呀，我们是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你美国是军事挑衅呢。所以这样看来，美国它在渲染就是中国的轰炸机编队威胁了美国的航母安全，完全是倒打一耙。因为你一个域外国家去威胁别人的主权安全，别人当然要做出反应了。那有一些国家可能是不敢对美国做出反应，即使是侵犯了他的主权，比如说进入他的领海，他也不敢吭气儿。但是中国不一样啊，中国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你美国的航空母舰敢于要是侵犯我们的领海的话，那我们当然对你不客气。所以我们看就是美国这次他说他的航母编队就是受到了中国轰炸机群的威胁，完全是一种就是制造矛盾因为首先他的这个航行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但是他污蔑我们威胁了他。还有一个呢，他要把这样的一个风平浪静的南海故意搅浑，派军力到这儿来。那当然，这个其他的南海周边国家，他可能就要看到美国军力在这儿存在美国要在这儿闹事儿会不会就是也是借助这个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也进行一些就是兴风作浪的事情本来是很平静的呀，就是也跟着美国随风起舞所以
我们可以看出啊，尽管美国想在这里制造矛盾，或者是制造一些摩擦，但是从现实的情况看呢，南海周边的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对美国所发布渲染的这些消息啊，也是无动于衷。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